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断联的他，还值得你继续等下去吗？那台面上的话，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呢是黑色的这张的牌，那中间的第2组呢，它是有点偏向深蓝色的。那在最右边的话呢是紫色的。那你们可以依照图像选择或者是颜色选择，你们就以自己直觉里面的那一组做选择。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那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先来抽一下验证牌地方，就是你目前对于这个已经断联中的关系，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好，那首先呢，我们抽到第一张愚者。好，那如果说呢，在抽到愚者这张牌的话，意味着说，其实在目前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之前或者说已经从了一个比较低潮时期走过了，虽然现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甘心，可是也是因为在你自己非常的努力的情况下，所以让你开始决定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向前看，或者是说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过下去。其实在那段低潮里面，你们可能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或者说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又或者是说你们也看了很多塔罗老师的影片，或是你们有一些人可能做心理的咨商咨询，又或是你们可能有和朋友们分享你们的状况。那你们因为受到了各方人，或者是说每一个人所给予你的建议啊，或者说和你做一些分析，或者说默默的陪伴着你，所以现在你的话才有办法用一个比较正常人的角度，就是说你没有再把自己的情绪一直待在那个漩涡之中，你是能够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那虽然你已经经历了，把那个漩涡里面自己给解救出来，可是其实在你心里面现在多少还是会对于说这段关系有一些蛮期待它可以出现的想法在。可是更多时候你们其实还是会希望说，如果有不错的人或者说有不错的新对象的话，你们还是会想要愿意的多尝试看看。所以现在你们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的执着，可是还蛮在意对方的。好，那我们抽到这个第2张。好，第2张这边抽到是钱币7。好，那钱币7的话呢，意味着说你现在非常的沉浸在你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你目前工作之中，或者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学生的话，那你就是会非常的享受你现在的社团活动，或者说跟朋友相处的这段时间里面。那有一部分的话，在这段期间你们可能会不小心花太多的钱，只是为了希望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之外，那你们也会不自觉的可能会忘记做账啊，或者是会想要买很多东西来犒赏自己。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们原本在这段关系里面可能真的有为了对方付出了很多的金钱，或者说很多的时间。那很多的时间的话，大部分来说可能是等待他回讯你的讯息啊，或者说等待他下班的时候啊，就是你在过往的时候，你因为了想要吸引到这个人注意力，或者是说你会不自觉会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所以在过往的你们有算是把自己的时间都投入在那个人身上，所以现在你的话
会尽可能的，也是已经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把所谓的重心或者说生活上的事情都放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现在你们算是还蛮享受自己的生活中的步调。那也看得出来，有的人可能对于说以前为这个人付出了这么多，结果到最后面现在变成这样局面的话，心里面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不开心，或者说没有办法放下，没有办法释怀的感受。所以呢，因为你们曾经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们觉得自己曾经为了这段关系，失去掉很多自己可能应该所必须去享受的人生的过程或经历，所以现在的你们的话，就会想要的去把这些曾经所失去，或者说本来应该就是属于你们的，把它就是现在你们就会去做一个补偿给自己的这样的心态跟做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节制。好，那看起来其实现在你们呢，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可能还蛮喜欢出去旅游的，或者你们会一直想要出去玩，或者是会想要去拍完美的景点照，或者会想要去吃一些完美的餐厅，或是有的人会想要去做一些你们觉得是一直人都想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因为曾经为了这个人，你们舍弃掉很多，或者你们改掉很多自己的习惯，但那些习惯的话，其实没有不好，只是比较没办法符合到那个人的口味。那现在你们的话，就想要去多做一点这方面的尝试。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们现在可能会想说要去多认识新的人。那如果说有人来主动追求你们，或者有人主动想要多认识你们的话，你们也会非常的乐意，想要和对方多一点相处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说还蛮愿意和对方有相处的这个机会。所以对你们来说，如果也是出现新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机会关系的话，或者是人生的体验的话，你们都还是蛮愿意跟乐意的。所以看起来其实现在你们本身对于说现在这段关系，你们是已经抱持着一个可有可无的心态。那当然有，对你们来说应该还会是最好的。你们心里面还是会多少有点期待，可是更多的时候，你们还是会希望说尽可能的可以，如果对方真的没有出现的话，你们是会好好过你们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是有一部分的人的话，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蛮渴望可以遇到一个真正的感情的对象，就是你们也在怀疑说到底对方是不是你的正缘桃花，也是你们现在有时候会去思考的这个问题，这是在牌面上的一个补充的讯息。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接下来看到，透过对方他目前呢，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究竟这个人他值不值得让你们继续的等待下去。好的，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张，为大家抽到的是圣杯八的正位啊，对，就是圣杯八。那这边的话，圣杯八呢，其实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有的时候是真的还蛮想念你们的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说曾经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他许多好的跟不好的，他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去想起来。那究竟这段关系里面是要继续下去，还是说要结束，又或者是说要采取以其他的方式来去面对跟看待的话，这个部分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困难去决定的事情。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本身呢，现在在看待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也是有点不太会想要去放弃，或者说他也是有点不太会想要去完全放掉你们之间的这段情谊啦。虽然圣杯八本身它的含义就是会想要抛去过往的一切，然后走向一个新的世界，可是在这边圣杯八呢，其实这个人他反而跟我们所认知的韦特圣杯八就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可以知道说，你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本身就是会有一个已经没有办法撼动的这个地位，但在以目前现在断联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让他会一直考虑说，这段关系到底好还是不好的原因是在于，
你们之间一定是有一件事情是他没办法去跨越的，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所以会反而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去回想一下，究竟对方曾经有没有明白的说出的那个事情那件事，可是你自己本身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他的那个提议。那这个提议的话，对他来讲，你不愿意接受，跟他又想要坚持下去，这个就会是两个人之间这段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那当然就会很难的，可以再继续这段关系往下走，这个最大的阻碍。那目前对方的情绪的话，如果说透过这张牌中，会比原本他的那个状态是稍微少了一半。就是至少现在，如果他本来就很不满，或者说他本来就可能对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坚持，可是因为现在他想到你们这段关系之间的各种的情谊，或者说因为在这段时间分开之后，他反而会有一点想要去重新思考。那原本他的情绪比较不好的那个状态呢，现在已经稍微是有缓和了。所以或许是因为他变得比较缓和之后，他反而会有点去重新思考他的这个坚持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还是说他换新的方式来去重新审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样抽到的是这一张。好，那在这一张的话呢，就意味着说，现在应该是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是在他的内心里面是开始有进行了这边的转换，或者是说开始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新的想法会蹦出来。所以也可以知道说，或许这个人他现在啦，可能会对你们来说会是一个新的好消息，因为这个转变的话，就会在于说，原本可能他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他就愿意去做一点的妥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也很有可能，对方觉得这一段的关系，他或许也不一定说真的要坚持在里面。所以就也蛮明显的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他正在一个犹豫的这个阶段。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下一章，还会不会有别的讯息？好，那这句话我抽到的是女帝哈。好的，那这句话就意味着说，曾经你们为了这段关系，你们做的所有的一切跟付出，其实他都有看在眼里，或者是说，他其实内心里面都还是会一直不断去想起你们曾经那些过往的种种的回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真的完全去失去掉你们，就势必呢，他会失去掉了一个让他觉得非常有安心，或者是非常有安全感，或者是他完全不就是说他如果要去离开这样的一个让他非常熟悉的这个状态的话，本身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会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件事，或者是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那另外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表示说，如果当他真的决定要离开的话，就意味着他会愿意去接受自己新的人生的一个轨迹。所以其实看起来是这个人他还在犹豫不决，他还在做这方面的挣扎，就是说他究竟要如何去看待他心里面那个内在的需求。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话，一个新的人生、新的方向，他也会担心说，那个对他来说是不是好的？然后那件事情，你们之间的这个矛盾跟事情，是不是在未来的下一个人也会再发生一样的这个状况？然后你们在这人心里面呢，还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重要的存在，所以对他来说，反而这段关系的未来的走向的话，会成为他一个很重要、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课题，所以也是会可以再次确定说，你们在这个人心里面是真的还蛮重要的。就看起来一直不断强调、重复同样的话，就是因为他现在真的还蛮犹豫啦，然后你们在他心里面真的也很重要。好，那这句话我们抽到是权杖三，那权杖三的话意味着说，
这边有2个解释，一个是表示对方可能在对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有考虑要重回你们，还是说他要真的选择结束，这是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真的会去想要去偷看你们到底在干嘛，或者是说你们现在状况好不好，就是他会透过各种的方式会想要去观察你们的近况。那他观察的本身的用意呢，只是出自于说，第一个是好奇心，然后第二个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去表态，就是他想要透过你们的状态来去决定说他的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那当然他有可能是都一直查不到你们的任何的资讯，不过因为我们抽到这张牌的话，基本上呢意味着说这个人其实他是真的有透过一些的方式，可能透过网络上搜寻去查你的账号，或者用你的名字去查，或是用你的email 的地址去确认一下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账号的出现，或者是有时候这个人会想要去挖掘一些你可能有不能讲的一些的秘密。其实现在他更多看起来就是他会想要找一些的理由跟借口，是可以让他不用再那么在意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或者是可以让他的明确去放下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所以只要你们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又是说你们的人生一直以来你们都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或者说你们都没有去做对不起他的事情的话，其实你们不用担心说自己的状况是不是会被他给发现啊，或者是说被他给唾弃。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你们2个之间的能量的话，就在一个转变时期，所以曾经所做什么，现在马上就会看到所谓的成果。对，如果你曾经真的做不好，或者说你曾经真的是有劈腿偷吃，或者说你曾经真的有背着他跟别人好，那这时候就是在不久之后他可能就会发现到这件事情，那他就会出现的一些的决定。但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没那么做的话，就也不用真的想太多。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张抽到的是宝剑七。好，那宝剑七呢意味着说其实他现在所做的任何的一切，他也都是默默的做之外呢，那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他都是抱持着一个比较负面的心态，或者是说是抱持着一个比较不好的想法来去看待、去面对，或者说来去处理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许多的矛盾点。所以当他现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会有一些自己的预设立场，或者是说他其实会基本上会先是以否定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这段关系可能所带给他的好。那不好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他觉得你是好的那一面，他觉得说不可能，你应该不可能会这样。其实也是等同于说他是有点不太愿意去审视他自己内心里面真正的需求，因为他有发现到说他会有一点没办法离开你们，或者是说他会有时候会因为你们曾经所对他付出，他有感觉到那一股的暖流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才会想尽各种方式，就是让自己不要去那么的在乎你们，或者是说不要那么的想要去控制着你们的这段关系的一个走向，因为他基本上会有一点偏向于说想要去结束掉的这个几率，洋洋会觉得整体的来看的话是属于偏高的。因为到目前来看的话，牌面中的阴性的能量也越来越重。好，那太阳中间抽到了一张就是阳性的能量哈。好，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像我们抽到这一张的话，意味着说现在他的话呢，如果说看待你们这段关系，他也不会想要去特别主动，或者是说他暂时呢不太会想要去拉下面子来。所以就算就是说他现在会觉得两人之间如果是断联的这个状况的话，他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机点，因为你跟他两个人之间反而可以在这段比较没有联系的这个状况之下，是能够重新的去看待这段关系对自己来说的意义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他反而会比较倾向于说他自己会想要先好好过自己现在目前的人生，或者说目前现在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们真的都一直主动去找他的话，或者是说去偷看他的一些动态，或者是有跟他的贴文按赞的话，基本上
他的想法都会是属于真的还蛮负面的。其实反而现在我们走到这张牌的时候，通常会建议你们暂时跟这之间不要有任何的联系，或者是说不要有任何的交集，或者是只要是他可以观察到你有去关注他这件事情的任何的动作，通通都不要做。就是任何的动作都不要做，就是也不要让他知道。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观察，那你可能要用你的小账，或者说用你朋友的小账。那当然也是前提之下说，对方的可能账号是用公开的方式，那可能就还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说不是公开啊，或者是说不是朋友的关系的话，那确实也很难可以去观察他到底在干嘛。那你们就要想办法把你们的好奇心给放下来，因为现在这个人的状态就是他所做的任何决定，他不希望再被别人给逼迫，或者是说他不希望被任何人给要求他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时候你当越一直去逼他，或者说你越一直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前进，或是他回来的话，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真的被他知道，或者是说被他感觉到的话，基本上啦，他就是反而会离你们越来越远。所以其实在面对说这一组到目前看起来你们是顺其自然，对你们来说绝对会是最重要的，也会是最好的。好，那这样抽到的是这一个，好，宝剑国王。你看国王的能量就是来到第2章了。好，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现在呢，他会比较理智啦，就是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洋洋会认为你们真的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到底曾经对方跟你们讲了什么。就是那件事情，他好像真的完全没办法接受你们的看法、你们的提议。那现在他的话会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做，然后会依照他自己认为是好的模式去执行。所以现在他的话会用这种比较理智的方式去看待这段关系。所以就刚前面所提到的，现在他也实在不想要去被逼着走。好，这边抽到的是钱币10。那钱币10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呢，现在他是蛮着重在说他的目前的生活的状况，或者是说他目前生活里面他所想要，他本来就拥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其实现在在他的生活圈里面，应该让他会感觉到蛮舒适、蛮自在、蛮安逸的。那基本上呢，他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也不太会想让你知道，所以他的生活的话，大部分来说都会是呈现低调的。但如果说是高调的话呢，也是故意要展现给你们看的。如果说你们是在同一间公司的人的话，对方基本上啦会尽可能的跟你避开一些私人上的情谊上的交流，或者是说会尽可能的避开跟你会有一些互动上的，就是私底下的互动，他会尽可能就希望都是在公开的地方，或者是说旁边都有很多人，比较不会想跟你所谓单独的相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或者我们在问的那个人，他本来就是有家庭的人，或者说是已经有伴侣的对象的话，会建议你们就真的可以选择放弃，因为他现在还是会以他原本的生活中的那个人为主，就算他跟那个人状态不好，但他也不会选择你的原因是在于说，对他来讲，那个原本生活才是他真正觉得比较安全的，或者是说他也不用再去重新适应的。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原本所熟悉的一切，他完全不想要放掉。那当然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说，你们对他来讲是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但这一定程度的熟悉感的话，并不会让他想要去义无反顾。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生活周遭的事情的话，他蛮容易会选择让他感觉到不会有被攻击，或者是说不会被身边人给唾弃，所以有时候他也是会蛮在意身边人所对他的一些的评价跟看法。那当然是要看每个人的个案的状况，只是基本上呢，这个人他比较不会
为了想要选择你这个人，然后就是去放弃掉他原本所熟悉的一切，或者说他本来就拥有的一切。那当然，你们这段关系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单恋啊，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就是说没有情感上的一个包袱的一段关系，那当然对他来讲的话，你们这个人，除非你们所曾经带给他的是有一种家的感觉，或者说家人的感觉，他有对你讲过说这种话的话，那他就是说他回来找你们的几率就还蛮高。可是如果他曾经真的没有跟你们讲过这种话的话，他回头几率其实算蛮低的。这个人如果说当他在面对说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在过往他会直接讲出来，会让你知道说，你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我觉得我们好像也蛮适合，比如说走得比较长远，走得比较长久，然后也好像蛮适合当家人，或者我把你当成我最要好的朋友，类似这种话的话，那对他来讲的话，就会是一个很比较会愿意回头。但如果说他曾经真的没跟你讲过这种话的情况的人的话，基本上会建议你们可能选择放弃会比较好，因为你们对他来说就只是还在一个观察的阶段。可是如果说你们刚认识不久，他马上就跟你讲说会对你有那种家人感觉，这个也不能当做是参考值，因为这个只是他可能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说出来，但是也不至于到说会去影响到他目前现在的生活的，对于说我们这段关系推动的想法。那如果我们本来就喜欢上异性恋的人的话，也可以建议你们可能选择放弃会比较好，因为同志喜欢上异性恋，如果说我们走到这边的话，要往下走的这几率其实蛮难的。对，就是这个人可能比较不太会想要去跟同性的人有一些在爱情中的交流的部分，可能会有点排斥啦。对，这是在牌面上的讯息。他会觉得那只是昙花一现，对，就是曾经拥有过就好。然后再抽到的是钱币3，那钱币3的话就意味着说，现在他的话生活其实应该算是过得蛮不错的，或者是说现在他的生活里面是还跟别人相处的还蛮好，所以他蛮着重在说他目前生活里面的各种的重心，有可能是说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上，因为看起来这个人可能在过往的跟你相处的过程的那一段期间里面，他的生活状况可能没有到那么的好，那有可能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刚好也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期。那现在的话，就是他已经有变好转趋势，可能他有到新的职场环境，或者说有新的同事来，或者是有新的合作的关系，所以现在他的话会把更多的时间跟专注力真的完全放在他的这个人身上，他自己本身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很明显的看到说，从这边皇帝牌开始一直往这边走，其实都开始会越来越偏向阳性的能量。所以如果说像牌面上的整体来看的话，刚好阳性跟阴性的能量是各切一半。那一开始我们出现的是属于阴性的能量，所以表示说在你们刚开始没有联系这段期间，其实这个人真的想的还蛮多，然后他也是还蛮谨慎的去看待这段关系的未来的发展，或者是说他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究竟对他来说的那个定位跟那个意义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的阳性的能量越来越多的时候，意味着说他心中的那个阴暗的那一面，那个比较犹豫的那个部分，他是已经越来越明确知道他到底重视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他可以舍去，什么东西是他比较不想要被舍去掉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就知道说，这个人他会认为从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一些疑虑，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比较犹豫的地方，那开始渐渐的他有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重心跟方向。那反而让他觉得那些有疑虑的部分，以大部分来说，他会觉得他自己的判断基本上算是还蛮正确的，或者是说他基本上看待说这件事情的话，他也不太想去做什么改变跟变动。所以反而现在看起来，以整体来说啦，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对方回来找你们，或者说这段关系会不会得到一个开花结果的机会，洋洋会认为这是蛮困难的。对，那个难度真的还蛮高。就是说现在的他会
以先他自己所认知的为主。那当然塔罗牌是指大概3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这个状况不好的话，你们可以等到3个月之后，你们就再回来重新测一次，说不定就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在等着你们。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们说，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点比较更深一层的讯息。但是这个更深一层讯息的话，洋洋会以字卡加塔罗牌的方式来为大家做解析，就不会只是单纯的做字卡。好，我很满足。好，我很满足。我们来再抽塔罗牌的部分，看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会觉得这么的满足。因为其实从牌面上看起来的话，有可能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人，他本身面对说自己的生活的状况的话，他好像也不太会想去做这方面的变动了。对，已经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在了。我看他满足什么？这边抽到的是权杖侍者。好，权杖侍者的话，如果说在这边呢，我很满足的意味着说，表示这个人他目前现在生活的当下跟状况是他蛮喜欢的，然后也是他觉得是蛮值得可以继续的努力经营下去的生活圈。在指未来的方向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他接下来啦，你们可能要心理准备就是，他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对象，或者是说他开始会考虑去接受新的感情，就比较不会只是专注在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不过因为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侍者，也意味着说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们两个还是很有缘，是可以再次的巧遇，或者说再次有相遇的机会，或者说再次有被绑在一起那种因素的可能性的话，其实他本身也不会到非常的排斥，那他可能也会顺从着生命，就说好像跟你也蛮有缘的，那就也不会说真的要完全去否认掉你们这段关系，只是以目前来看的话，要去推动你们现在已经断联这段关系，他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他会先以他自己现在目前生活的状况为主，想放手又舍不得。好，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那个阴性的能量嘛，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断联，其实原本对他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他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也很犹豫。那现在他又会知道说，其实他目前的生活的状况的话，是蛮符合到他可能现在心里面所想要的，或者是说他一直以来所期待的。所以现在他的话，心里面想前进又不想。就是说应该明知道应该要前进，但是又不想要去完全放弃掉你们，所以关系里面中的话，杨会觉得他虽然是说想放手又舍不得，可是基本上应该放手的几率还蛮高的，因为他已经出现了，就是比较不愿意啦。对，他自己心里面的感觉是属于呈现一个疑问句，那当疑问句的时候，就表示那个可能性就是各参半。所以，那我们刚刚1张上面的解析的话，就也那个疑问句是会变成说是完全是否定掉你们曾经这段关系他所渴望的。权杖国王，那权杖国王就意味着说，当他真的下定决心他要去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想要去做，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或者是说他就真的会完全的离开，就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呢，那他就会非常确定了，所以现在他来看的话，是还在思考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个机会。对，设立停损点。好，那设立停损点的话，就意味着说你们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呢，它应该是在等待一个时间点出现。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之内，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是没有一个突破的状况，没有突破机会，或者是说两个之间这段期间接下来的话，关系之中是没有一些顺其自然然后去拉近这段关系的距离的话，那就有可能
他就会去选择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这段关系其实就会慢慢的让他觉得好像应该是真的可以去放弃掉了。所以洋洋会就真的蛮建议你们说，如果你们现在本身对于说这个人，你们还是有办法去找回你们自己的力量，或者是说你们可以有办法去做你们自己这段关系中的主人，你们的情绪是不会被他受影响的话，那其实直接选择离开真的会比较好。对，如果说你们去停留在关系里面的话，洋洋蛮担心你们其实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来，我们看一下塔罗牌的补充的讯息。好，那补充的讯息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九。好，那圣杯九的话，就意味着说，就也很明显，就是其实这个人，就是也是因为现在的他的状况，他是能够接受，或者说他的现在的情况的生活的模式，他还蛮喜欢的。那当然，他很喜欢的目前现在生活的话，也就理所当然呢，比较不会想要特别为了你们去做什么，或者说去挽回你们。那这样其实就也很容易，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刚刚洋洋一直从这边里面呢，有感觉到，当然就是有人可能不想听啦，可是洋洋还稍微讲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们真是喜欢的是就是你们是同性，然后你们喜欢的是喜欢异性的那个对象的话，真的会建议你们就是放弃掉会比较好，因为他要回头的几率真的还蛮低的。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异性，但是你喜欢上同性的话，对方其实蛮爱你们的，那看你们到底要不要愿意展现出你们的诚心。因为好，反正呢，就是洋洋7月份会特别针对说同性去做解析，所以这边只会先大概稍微提一下，以后的以后的专题的影片我们就会讲的比较细。反正以现在目前来的话，这是一个独特的额外的讯息啦，就是你本身是同性，但是你喜欢上的人是喜欢异性的话，那你这段关系你真的可以选择放掉。但是如果说你是异性恋的，但是你反而喜欢上这个同性的人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对方还蛮爱你们的啦，只是看你们愿不愿意去挽回他的心。那基本上他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只是你们要付出一点的耐心啦。那对方其实还是会愿意回到你们身边，因为看起来对方是还蛮喜欢你们的，他也不太愿意离开。那你们把就是异性恋的人的话，就是基本上你们就是不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然后就看着对方接下来他的决定什么，然后看宇宙的安排，接下来是想要怎么去拉近你们就是如何去决定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跟走向，因为宇宙会认为说这段关系的你们应该真的还蛮累的，对，他就是宇宙会很担心你们的这个状况。好，我们来看到这边有2张牌让你们做选择。那这边它这两张牌，我们就没有再分说你是属于喜欢上异性、喜欢同性，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测。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测说，希望宇宙可以给予我，这段关系未来方向的指引。希望宇宙可以给我这段关系未来方向的指引。那大家就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1张，选1张就好，这个不能选2张，选1张就可以了。那就给大家大概10秒钟的时间。好，那大概10秒钟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先从右边好了，我们从右边开始看。你必须离开1年。好，那这边的话，其实你的指导灵是想告诉你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是会就是你们其实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说一定有更适合的你们是已经来到了你们的生命、你们的道路上，只是因为你们现在都一直把自己的眼界跟自己的心思都一直放在这个不属于你们的人身上，所以要离开这个人，你们才有办法去遇到一个真正属于你们的新的缘分、新的对象，你才有办法把你的眼界给打开。所以虽然宇宙知道说在未来的1年之内，你们会花很多的心思跟心力，
去因为被这段关系给摧残，然后开始逐渐的去放下。但是他也想告诉你们说，当你们随着越来越懂得爱你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指导灵就会引导着你们遇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对的人，或者是说在你们放下之后的不久，他就会让你们看到你们是蛮值得被爱的，那你们也一定会有属于你们自己的那个对象会有出现。所以看起来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指导灵其实他也都一直有用不同种方式去暗示着你们，究竟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应该要怎么走才好。可是你们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的留恋，跟会有一些的期待。好，那看左边，有另一个人干扰着这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蛮意味着说，其实就表示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确实有第三个人来去干扰着你们的这段缘分，那就很有可能是指说他的前任来找他，或者是说他有考虑去认识新的人，那跟那个人之间的回忆的话，也有可能跟那个人之间相处的方式跟模式，也是会有可能会去造成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阻碍。所以因此呢，在这个人的心里面的话，他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去改变他自己现在目前的情感中的生活。所以其实指导灵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必须要先相信你们自己是拥有值得爱的。那指导灵就引导着让另外一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面，因为他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是更适合拥有一段属于你们的一段美好的缘分跟美好的感情。那在未来的5个月的话，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其实会有一个蛮明显的答案跟结果，但这个答案结果的话，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你心中所期望的，有可能，但至少一定会有个新的人来到你们的生命里，会能够去转移你们的注意力。那到时候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将你们的注意力重新做个转移。对，所以就是与你的指导灵就是有告诉着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啦，然后就看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去面对。然后接下来我看到这个情绪的卡牌部分的话，抽到就是这一个死亡。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是注定来到你们生命里面。那这段关系中确实有带给你很多可能负面的东西是偏多，正面的反而偏少。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你的任何的伤痛跟任何的不舍，或者说你们不太愿意去面对的这些事情的话，也是你的指导灵或者宇宙，或者说你的祖先、你的信仰，他们会希望说你可以从这段感情里面获得成长，然后找到你们自己人生中真正的定位，或者是你们对说爱情中的渴望的话，你们要重新的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是你们真正所想要的。那你们曾经痛过，你们曾经不愉快过，或者是说你们曾经很难受，那其实这段关系的出现不仅是也让你们有一个重生的机会。那这重生机会通常是指说你们个人重生，而不是指说这段关系会有个重生的机会。所以洋洋就会不太确定知道说到底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的启发什么，因为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的启发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其实他也曾经很感谢你们在他生命中出现，只是关系走到最后会变成像现在这个局面的话，其实也是在他一个意料之外。那对他来说，本身这段关系的一个进展跟发展，他是蛮在意的啦。对啊，那只是现在两之间既然已经走到这个部分，他也是一个无可厚，就是他对说这件事情的话，也是觉得发展上面是无可厚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看到就是这一张你们的字卡。好，那这边字卡就是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随着你们个人的年龄增长的状况的话，你们会发现说，其实你们是还蛮有力量的。那就算就是说你们本身呢是可以除了帮助人之外，你也可以帮助到你自己。
对，然后你在别人身上所感受到的那股感谢的能量的话，它也会不自觉去推动着你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成长，所以会蛮建议你们说，可能在帮助他人的这个部分的话，也不要吝啬，因为有时候别人的一个感谢，或说别人的一个善意，是能够去净化你们磁场，或说让你们的正向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大。那帮助人的部分有很多种，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特别为他做什么，有时候只是帮他捡了一个掉在地上的东西，或者说帮他开一个门，这个简单的感谢也会是成为你一个净化你磁场，或者说提升你的正面能量的这个机会。那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很希望要如何去推动、去推进的话，你每天在睡觉前的时候，你们可以冥想，或者是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我今天帮助了谁？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明天是不是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说今天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好像可以帮忙他，但是我好像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对我来说，对你自己个人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就错失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人的这个机会，那是不是就很可惜？所以宇宙想告诉你们说，面对说帮助他人的部分的话，也可以透过冥想练习的方式去审视，或者说去思考你今天一整天下来的这个生活中的细节的部分。那或许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生活里面的各周处，其实都会有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忙。有时候帮家里洗个碗，吃完晚餐然后帮忙洗个碗，这也是一个帮忙，因为你会让煮饭的那个人终于比较轻松了，有人可以去帮他一点去分担。那例如说你跟你朋友住在一起，他想要吃晚餐，他不想出门，那你就帮他一起去外面买，或者说他叫了外送，可以去帮他楼下拿，就顺便去倒垃圾，类似像这样子，也是一种很简单很小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透过不同方式去展现出我们其实有那个能力。有时候一个顺便一个动作，其实也是一个另外开启自己人生中收到他人感谢正面能量的一个方式。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这个看起来很悲伤的云的牌组的朋友，那在验证牌地方呢，就是你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我们首先呢抽到是圣杯6，好，那这边的圣杯6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它就一只可怜的乌鸦站在这个守卫上面这些东西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你。对，是圣杯9啦，圣杯9，就表示说，其实你目前呢，对于说这段关系，你现在，算是说已经把所谓的自己的内在力量给拿回来，然后你本身在看待这段关系，你觉得应该好像还是还蛮有机会，就是不知道说，其实你们的这段关系是不是，是一定会有固定时间会见面，或者是说对方有给你一些的承诺，所以让你呢会愿意去相信，其实这段关系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所以看待这段关系的话，你现在本身负面的想法跟情绪上面不会太多，或者是说也不会到有那么悲观的想法，不像第一组的状态就是没办法，就是说是从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终于走出来了，但是你们的状况却是没有那个混乱时期，就直接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其实是还蛮有可能性，或者是说其实还蛮有机会，那或者是说有可能跟对方只是2-3天没有联络，你现在心里面呢稍微有点慌乱，但基本上的话不会有个太大的问题，就还是会认为，这段关系应该还是有可以继续发展的这个可能性跟机会。然后再就是你们可能在见面的机会只是变少了，可是还是有联络的情况。所以说选到这组你们，虽然我们的题目呢是只说断联的对方，但是有可能还只是比较少见到对方，还是有在透过通讯软体上面有在聊天，所以你们才会有一些的自信心在。
还是会觉得这段关系有多多少少有可能性的。好，然后再来抽到的第二张是权杖三。那权杖三呢，就意味着说，看待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有的人可能有在考虑说，是不是要选择去认识新的人，还是说要去选择认识新的对象。如果说要告白的话，偏少数啦。对，就是可能你们想要冲一波，如果说对方后面真的要离开你们，或者说这段关系可能真的比较没有机会，或者是说当成那个什么，就是在最后的拼死拼搏，最后一个挣扎，那与其说可能会被对方拒绝，那不如自己也想办法呢，去为这段关系多做一个最后的努力。那更多的讯息也会认为说，你们现在比较倾向于说，会想要去认识新的人，去接受看看新的感情，或者是多认识不同的人，来增加一点自己的交友圈，或者是说不要让自己的生活那么的无趣。那另外一个第三个的讯息就是说，很有可能你们本来对这个人是有蛮多的信任感。可是，在随着日渐相处之后，你们有发现到了有一点点的猫腻，可能就是有一点让你觉得它有隐藏秘密的一个端倪在，所以你们开始会想要透过找方式、找方法，然后来去看看说他是有骗你们，还是说他其实有不老实的地方。那你们就有正当的理由是可以去拒绝掉，或者说可以去结束掉这段关系，然后你们可能会选择，跟对方来一个大吵一架，就有一个正当理由是可以去离开这段关系。你们选到这组的人，好像状态上面来看的话，有蛮多种不同的人的可能性呢。好，那我们来看到这里。好，那这样很重要的就是宝剑六。那宝剑六的话，意味着说，这段关系看起来啊，你们应该算是一个还蛮有自信心的人，或者说你们是还蛮懂得去疗愈你们自己，然后也是就是说会算是一个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所以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就不会有真的太多不必要的留恋，或者是说你们确定对方可能是真的有对不起你们的话，那你们也不太会愿意呢，就是去屈就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的缘分，你们就会想着说该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说该如何去让自己从这种被情感情绪绑架的这样的状态给走出来。所以意味着说，当你们在看待自己目前关系的状态的话，洋洋会认为你们其实也是很喜欢对方，也蛮在意对方，但是没有到说非对方不可。那或者有可能是说，这段关系里面过往真的也发生了蛮多的事情，然后渐渐让你们心灰意冷，所以你们开始也不太愿意把太多的心思放在那个人身上，所以也算是说，透过每一次他的对你的伤害呀，或者是说每一次的失望，反而让你们会能够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去看待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这个情谊。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到，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是属于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咯。好，先来把牌收起来。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对方他目前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来去看看说，究竟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去等待，还是说要转身离开会比较好呢？好的，我们今天抽到的是钱币王牌。好，那钱币王牌就意味着说，确实这个人他在目前看待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他还蛮喜欢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他对你这个人会觉得你是蛮值得可以去深交，或者是说可以去深入了解的一个人。所以就像你们俩之间现在是呈现断联的人，或者说比较没有在联络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他会还蛮想要有一天，或者说可以赶快的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或者说可以再继续的稳定的联络下去。所以你们曾经所做的这一切，或者说你们曾经为这段关系所付出的陪伴，那你们都是有在他的心里面的。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工作上认识的人，就是他的工作场合认识，或者说在你的工作场合认识的话，那他更加的会觉得说，其实你这个人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或者是说你这个人所带给他的感觉，是很值得让他去依赖，或者是说很值得去相信、去依靠的。所以过往里面你们曾经是那种场合下所认识的那个人的话，他是蛮舍不得你们，这算是一个蛮好讯息。但如果说我们可能透过网络交友认识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对方看待这段关系，除非啦，你们是能够在同一个县市，能够有机会碰到面，可以常常约出来，要不然基本上不同县市或者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那他想要去重回这段关系的话，那个念头就会来得比较低一些。所以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是在比较不同的资讯上。那如果说我们就只是在一般朋友圈认识，也没有符合比如说彼此工作上啊，或者是说远距离的这一种的话，只是在同个县市，但比较没有什么碰面，可是是透过朋友之间认识的人，这段关系的话，基本上呢，他的想法就比较单纯一点，有缘就可以会再相见，有机会他就不会排斥，那他也不会特别去争取。只是他会蛮期待关系是有一个可以进展的可能性，就是说可以重新开始的这个想法会有的。然后再抽到的是钱币八，那钱币八意味着说，如果说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是还没有到来的话，那关系上面他也没有那么特别的想要去经营下去，他还是会先以他个人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为主。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他还是会愿意跟你分享，所以表示说目前看起来这个人他应该算是蛮念旧的，或者是说他在面对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的交流跟想法的话，通常就会是还蛮喜欢跟自己所熟悉的人相处。可是这个人会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看到这边，如果说在面对说他面对这段关系的想法跟感觉的话，一旦这个人他真的选择去放下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就很难回头。很难回头的意思是，可能就不会想要去跟你们有进一步的认识，可能会跟你们聊天，会跟你们互动，但是等到他真的放下的时候，要交往，要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除非他刚好很想谈恋爱，然后身边也没有人的话，然后你给他感觉又还不错，那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机会。要不然大部分来说，像这边的话，只要关系离开了，或者说只要两人之间没有什么样的交集之后，他能够去放下，你应该说他有放下了话，关系就很难去重回你们所想要的那个恋爱的可能性。所以跟这个人之间的话，尽可能断联，不要断太久，一定要想办法让两之间是有重回关系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人当他在面对说断联的时候，你们主动去找他，他基本上不太会给什么回应，一定要透过朋友之间的方式才有办法，要不然就是他主动来找你们。对，你们自己主动去找他，那个回应上面应该都蛮冷淡的，或者是说他面对于你们就比较会当作没看到啦，或者是说会跟你们保持距离。好，我们再抽到下一张战车。那战车的意味着说，他面对说这段关系呢，他有时候会觉得两之间真的还蛮有缘分，然后相处起来的感觉也蛮开心的，两之间的摩擦上面也蛮小，然后两个人关系上面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激情，有时候反而会稍微觉得有点单调，会觉得有一点比较无聊的情况。那当然，当你们展现出一种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会有一些的期待的想法的时候，那当他感觉到压力，就确实他会有一种想要逃离，或者是逃脱，或者是说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现实的
情况。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面对感情他不喜欢被逼，所以过往的相处状态之中，你们应该仔细回想起来会发现到说，当你越没有去执着这段关系的进展的状况的时候，反而关系会莫名其妙的会得到他一些蛮友善的回应，或者是说有在确实进展的情形。可是当你们越急着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到说，你们越来越难去能够联络得到他，或者是说他回应你们的方式的话，会让你感觉到蛮敷衍的，或者是会让你们觉得蛮他好像会有一种在挑讯息回的方式。然后他每次给你们的原因的话，你们如果说很信任他，你们就不会，应该说你们对他，如果说你们到100%信任，你们就可能会比较盲目，没有发现到。可是如果说你们本身面对感情就是有比较没安全感的人，然后你们观察力又蛮敏锐的话，基本上你们会觉得他的理由跟他的借口会有一点奇怪，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他好像在说谎。虽然他一直跟你打包票说他就是没有，但实际上他背地里是有的。你们的直觉会告诉你们答案啦，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面对说想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话，虽然很舒服，或者是说两间相处是确实有时候蛮愉快，可是他有时候会去隐藏他自己内心里面可能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不想要去进展的那个部分，或者是说他一些心里面的想法，他要把它隐藏起来。好，然后再来抽到是钱币国王。钱币国王的话就意味着说，你们在对方心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有没办法去撼动的地位，或者是说他觉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话，确实是真的蛮舒服、蛮舒坦，又或者是会让他很沉浸在这个环境、你们之间相处的氛围里面。那另外解释有可能说，你们这段关系真的也是认识了还蛮久了，所以那个熟悉感跟习惯的感觉，或者说那个信任感，也是你们慢慢的去堆积起来。然后再有可能对方他本身在想到你们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们是能够帮助到他的人。那这个帮助到他，并不是说他去贪图你们什么，而是他会觉得能够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话，他会觉得有一种有人可以照顾他，或者是说有人是能够让他感觉到依赖的感觉。他能够去依赖那个人，他能够在你面前去做小朋友、小孩子这样子。可是他有时候当然他本身难免会展现出一种，他也是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己见在，或者说他有时候也是会有想要被别人给崇拜的那个感觉。那刚好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方式的过程里面呢，那个拿捏程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跟你相处的过程之中，他也不会感觉到有任何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说他也会觉得两个之间相处的方式来看的话呢，是能够感受到有一股很强的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啊，就是跟你相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他能够当小孩，然后有时候他也能够当成熟的人。所以就是两间相处的过程之中蛮愉快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们要留意，就是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朋友去帮助你们，一直都在你们关系里面之中，都只有你们俩之间一直在单独的相处的话，你们也没有共同认识的人的话，要留意就是对方是不是已经已婚了，或者是说对方是不是已经有其他的对象。因为如果说是那种比较没有见面的人，应该说你们生活里面中的话，没有共同的朋友，通常意味着说这个人可能还是有在考虑其他的人啦，或者如果你确定没有，就表示他有跟他前任还在联络，所以要非常的留意一下你们自己，可能不要在这段关系里面吃亏。然后抽到另外一张的补充牌是第一张补充牌是宝剑皇后。那宝剑皇后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担忧，跟他一些自己的想法，可是他不会让你知道，他都是把他比较放在心里面的。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有去惹毛到这个人，或者是说你们跟这人相处里面，你们真的有去伤害到他的内心，他的感觉，或者说有被你们给否定的话，
基本上来看，他蛮不舒服的，然后他可能就会有萌生出一种想要去摆脱掉这段关系的这个念头，那他就会认为说，其实这段关系有时候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他本来在过往的时候看待你们这段关系，就是用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去看待，你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他都有看在眼里，然后他都有去做这方面的评估。对，其实以台面上看起来的话啦，其实这个人他面对你们的感情，他没有太过于感性，大部分来说都蛮理性的。对，那好，同性的部分看后面有没有其他讯息，如果说没有的话，羊就会再补充，但如果说有的话，就不会再补充了。好，然后这边抽到的是权杖十，那权杖十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其实曾经确实有想过跟你们之间的关系要走得比较长远，或者是说走到两之间是有承诺的那个程度在。可是，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他有看到两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是没办法去抗拒的因素，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他觉得是会去影响到两之间关系更长远的发展。所以，当他在面对说这段感情的时候，他有深思熟虑过，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往更深刻的方向走，但看起来是他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所以在过往之中，如果说这个人对你就已经有一直比较不好联系到，或者说有时候会比较难联系到，然后又突然就是频繁的又出现了，就那种反反复复的状况，就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是在跟自己吵架，或者是说他内心里面是蛮挣扎的。然后这个人就是当他遇到生活中压力的时候，他会比较专注在他那个当下的情况，他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到你们这段关系中比较好的进度，或者是说他会不知道该如何去顾及到身边的人的感受，他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生活的当下状况为主。所以其实如果说有外界的力量，例如说像是工作的压力，或者说他在工作职场上业绩不好，或者是他在工作职场中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基本上来看的话，他不太会去顾及到你们，然后你们就会被他给遗忘掉。那当然对你们来说会蛮不爽的，可是对他来说，那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必须要去解决，必须要去面对，所以他就会没有办法想到你们，他会以他自己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以他自己个人的中心为主。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对方目前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他的想法是什么？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四。钱币四的话呢，洋洋会认为说，这个人就是他现在目前断联情况，虽然我们前面讲到说有一张钱币王牌是蛮不错的，那这边来到钱币四呢，就意味着说他现在会先以他自己的生活中的状况为主，又或者是说他会先以把他自己给顾好。他如果说顾不好的话，他也不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所以目前他以台面上来看的话，目前看起来他本身的动作力非常的没有。对，就是你们现在呈现在断联嘛，所以表示说，如果你们真的还是很希望他可以回来找你们的话，近期之内是没有啦。那近期之内的话，大概是2个礼拜以内。对，2个礼拜以内，对方是一定不会联系你们，也不会跟你们，就是跟你们会保持零互动。那2个礼拜之后的话，如果说对方还是没有回来找你们，会建议你们可以再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可以再找洋洋为你们做占卜，因为目前对方的话应该是生活中有一些的状况了，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必须要自己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就也不太会想要去重回到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他也不会把这段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啊、走向啊、你的想法啊，都不会是在他的想法里面。然后如果说
这个人本身的个性呢是属于比较阳性的状态的话，阳性个性的人的话呢，那这个人他就也不太去观察你们，就只是单纯很专注在于自己的生活里面。那如果说他是属于比较阴性的人，就是比较阴柔气质的人的话，我们先不管性别，就是他本身的特质属于比较阴柔型的话，那么这个人他有时候会去看你到底有没有来观察他，或者说他蛮在意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他的状态。可是他这个在意呢，只是有一种赌气的心态。如果说你们正中他下怀的话，他反而不会珍惜你们。但如果你们反而都没有去正中他下怀，就都没有去看他的话，没有去观察他，然后就算你们有，然后没有被他发现的话，基本上他会因为在每一次他越来越失望，你们都没有观察他，不在意他这件事情，他的情绪起伏一开始会蛮低落，后面会生气，中间会变成从低落到生气，然后到后面会舍不得，会希望你们可以回到他身边。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一说这个是一个所谓情感上的一个层次感，就是说在这边这张牌。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七，那圣杯七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的未来的发展跟走向，他其实有想过很多种的可能性。那很多种可能性呢，也代表着说，很有可能对方也考虑只想把你当朋友，或者说两之间就不要再有任何的联络，或者是说也不要有任何的联系，或者是他会考虑跟别人在一起，就跟你永远保持着断联的状态了。这些都是有的。那当然也是因为你们过往的相处的回忆的点点滴滴，其实他还蛮常会想起来，或者是说他其实在不自觉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去在人生的人际关系中做抉的时候，那他就会做一个蛮深层的自我的也不能说冥想啦，就是说会去自我，就是会去问他自己内心里面的声音，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蛮害怕自己会选择到一个不属于他的人，或者说不属于他的人事物上。那人际关系中，除了本身的友情关系之外，有可能是包含爱情。所以刚刚洋洋所提到的，很有可能他有考虑去选择其他的人，然后就不要选择你，这个也是会有的。可是目前看起来，他还没有下决定，他还在犹豫，所以很有可能现在他是自我的内在里面去做探索。好，我们今天抽的是宝剑国王，看宝剑国王跟宝剑皇后都被你们抽到了耶，那就意味着说他在看待这段关系的话呢，他也是不希望被别人给干扰，然后当他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会为了决定做负责，那也就意味着说当他做这个决定之后，他就不会回头了。可是也因为他蛮害怕他会做错选择，所以他心里面呢洋洋会认为蛮慎重的，对。然后当他决定要说出来的时候，跟你讲原因的话，如果有一天那个答案是真的，不会是他说气话，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要把握一点机会，或者是说，当对方没有跟你们讲出来的时候，你们还有转圜的余地。可是当对方有一天他真的讲出来，他自己真正的想法，或者是说他真正决定的时候，会建议你们呢，就是依照他所讲的那样子，那个就是答案了，没有其他第二个可能性了。也不用说可能占卜了很多老师啊，或者说很多的你的宗教跟你讲说还有机会，那其实是没有的。对，就也不要再自欺人啦。对啊，因为对方其实本来在对说这段关系，他就没有抱持着一个非你不可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其实从牌面一直看起来，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他确实有想过，然后也蛮珍惜，然后也蛮喜欢跟你们相处。但是为什么没有到非你不可的原因，其实也在于说，他这个人更重于的是比较务实的那一面，或者是说比较理性的那一面。他在面对说他的感情生活的话，他会希望大家就是好聚好散。如果说没有办法好聚好散的话，那也不想闹得不愉快。那与其要先你离开他，不如他先选择离开你。这个原因只是在于说，是有一种个人的
自尊心而已，面子比较好强而已，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那目前看起来的话，会建议你们啦，选到这一组可能可以再等2个礼拜。2个礼拜之内，如果说你们跟对方还没有一个关系上明显的互动跟进展的话，这段关系就你们可能要再想一下，或者是可以再找其他的老师，或者说找洋洋为你们做占卜，看看说这个人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他对你们这段已经断联的关系，他的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还有如果说是指同性间的人的话，你们可以去占卜这个人面对于说跟你之间的这段感情，他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想要什么，而是他没办法放下的是什么？对，那如果说你喜欢的是异性的人的话，那你就问说他对你的感觉，他愿不愿意只喜欢，他会不会只愿意你是应该说他是不是愿意只喜欢上你这个特例而已，愿意接受你这个特例。对，那如果说你是异性喜欢上同性的话，你们可以占卜看看说对方是否还有想要回心转意的机会回心转意的想法。这是比如说你是异性但喜欢上的是同性的人的话。好，那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字卡，对方现在有没有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刚刚讲的比较多是，就是推荐大家你们可能去找老师，或者说找洋洋做占卜的那个题目。对，因为洋洋是没有提供现场，是只有提供网络上，因为网络上只是文字，没有提供视讯，所以洋洋知道说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有那种直接的互动，所以洋才会觉得说你们也不一定说要找洋洋，可以去找其他的信任的老师也是没有关系的。好，来看一下字卡。字卡的地方，洋洋会跟那个塔罗牌一起做解释。那第一张呢是我不能爱你。那我不能爱你的话，我们应该要去探索说他不能爱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并不能说只是字卡，因为我不能爱你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当然如果说你们本来就知道答案的人的话，其实就也没关系，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塔罗牌的补充。但是如果说你们还是希望塔罗牌跟你们讲答案的话，看一下我不能爱你是指什么。好，权杖5。那权杖5意味着说，在你们过往的这段关系里面呢，两人之间的冲突跟矛盾应该算是日益的增加，然后都一直没有办法获得明确的改善，所以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对方其实蛮常感觉到很无助，或者是说他觉得总是会去影响到他的心情，他觉得蛮不舒服的，所以他才会觉得两人之间其实在个性上面应该是会有一些差异。那对于说是否要谈感情这件事情的话，他自己本身的理智可能会认为说是比较困难，但是感性的部分的话，洋洋会认为他算是蛮在意你们，但是能不能要谈感情要看个人，这个可能没办法从这一次的占卜中看得出来。因为权杖5本身算是代表着一种冲突，可是会产生冲突也是来自于说是除了自己本身的自身想法上面是有被受到冲击之外，或者是说有被受到了质疑，然后自我的那种防御出来之外，那基本上也是因为他很在乎着你们才会产生这方面的冲突感。给我一次机会。好，给我一次机会，那就跟我不能爱你的话，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讲爱情呢，多少就会觉得有一种矛盾的心态。那没关系，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给我一次机会，他到底是希望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他为什么这么想？好，这边好像就会抽到圣杯七，有没有？同样圣杯七，我们再一次出现了。所以呢，从这边的圣杯七看起来是说，
这个人会认为，如果说你们在断联这段期间，你有发现到他的秘密，然后他这个秘密是你没办法接受的话，那他会来找你们，他会希望说这件事能够放下彼此之间的不愉快，或者是说你能够再给他一个重新让他跟你相处的这个机会，因为看起来当他决定要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表示意味着他就是想要选择你们这个人。那当然你们愿不愿意去选择他，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决定，因为他就做了什么让你们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但这个主动权在你们身上。但如果说你们还是会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会建议你们就是再给这个人一次机会，或者是说听看看他怎么讲，他怎么解释，就是也不要太过于把对方就是往死里打。对，我有点忘记那个俚语了啦，反正就是说也不要咄咄逼人啦，就是反正事情也过了，他愿意跟你们解释的话，那就当做你就相信吧。对，我不敢付出。好，那个看起来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呢，确实因为他可能蛮害怕被你们给伤害，被你们给拒绝，或者是说他做的一切会打水漂，所以呢，他就会在你们关系里面，他就不太敢去付出什么，或者是说不太敢去做什么，会蛮担心说自己是会被你给看不起，或者说被你给抛弃。死神。好，那死神的话，就也可以等同于说，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也知道两人之间现在走到这一步，基本上，两人之间其实算是蛮不愉快的，然后关系里面也算是走到一个最深的谷底。但是大家要知道说，当走到最深谷底的时候，反而会去激发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去重新看待自己，或者说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当然前面一定会有一些比较萎靡不振的状态，可是对他来说，他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过后，他才发现到其实你们对他来说是还蛮重要的，然后把你们看的才知道说你们在他心里面到底是有多么无法被取代的。对，所以看起来以牌面上来说的话，真的要这个人最近要回来找你们，可能真的要等等，因为我们连后面唯一抽的有行动力的牌还是权杖五。对，那权杖五呢，在对于说要主动找你们这件事情，除非是来找你们吵架，要不然基本上要和好啊，或者是说关系上的进展的话，是真的蛮困难的。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首先是在这张牌的部分呢，看起来其实意味着说，对方他现在想到你们这段关系，他的心情是真的还蛮沮丧。那其实他也知道会让你们感到很沮丧、很难过，然后很悲伤。可是对他来说，他觉得关系后面会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也是一个逼不得已的状态。所以洋洋就有点不太确定说，到底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刚前面抽到的，以整体上来说看是还不错，因为就在你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圣杯9、宝剑6跟权杖3。对啊，所以就不太知道说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俩之间究竟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如果说纵观以上的牌卡上来看的话，洋洋会觉得其实对方回来找你们的几率蛮高的，就是如果说搭配你们的验证牌的话，所以会建议你们就是给对方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让他去思考一下。如果说2个礼拜之内真的没有回来的话，那可能就要再稍微做一下占卜会比较好。可是如果没有回来的话，超过2个礼拜后，基本上你们就可能也可以选择去想一下说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的重要，或者是说他的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好，那养内还有一个神谕卡是想给大家的。好，那这张神谕卡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好，那
它远一点。好，那神谕卡呢，其实想告诉你说，其实你必须要做你人生中你自己的主人。那面对说自己的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的话，其实你也知道说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才是对的，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才是好的。那也不要被任何人去牵制你的感情，或者说牵制你的这个决定。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做负责，包含是他。虽然他回来之后，因为从牌面上看起来，对方回来也没有代表说要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说也没有想要特别的花太多时间在你们这段关系身上。他回来的话，大部分来讲比较多像是有一种忏悔的感觉，或者是说想要重新去经营这段关系。但如果说真的要到能不能够在一起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几率普遍是真的偏的还蛮小的。好，那再去神谕卡，他现在想告诉你说，如果你们真的对说如何去做自己情绪上的主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才是你们必须应该要拥有不能被踏入的底线啊，或者是你们个人觉得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们可能比较没有头绪的话，会建议你们增加自己应该说去设定一个比较小的目标，从今天开始，然后你们就去做，想办法去达到你们可能认为的那个目标。就是说你们要开始去学会转移你们的注意力，然后从新的事物上，或者是说成功的事情上面，找到你们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不会再是被这个人给牵着走。因为确实从我们的验证牌可以看到说，其实你们这个人本身呢，自信心算是还蛮足够的，只是有时候难免会被情绪给绑架，或者是说只是难免有时候会因为对方的一些的事情跟举动会去伤害到你们，然后多少会去影响到你们自己本身的心情跟判断。那当你们要去重回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或者是说要重新去拥有这一段的力量的时候，就是可以先去改变一下自己的，比如说处事的方式、处事的态度，或者是说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能被退让的、不能改变的，那这都是你们必须有那个资格、有那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其实这边的话可以让他说，你们这组的人，因为内在你们本身是很有自信，或者是说你们是很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所以你们本身的你们的人生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会蛮希望说你们要尽可能去相信你们自己是值得拥有更好，或者说等待对方变更好的时候，他也是会有宇宙会引导让你们回到他的身边。但如果说你们都是找不到你们自己本身的力量的话，那确实也很难有办法去推动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你自己都不确定了，那怎么有办法可以去让这段关系也没办法说让对方去看到说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个人的价值。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首先我就在验证牌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在目前对说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之中，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会是如何呢？好的，那这边抽到的第1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2。那钱币的话，这边意味着说，虽然这段关系现在目前呢是已经可能这边没有那么多的联系，或者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交流，但是你们也依然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失去重心。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本身应该还蛮爱赚钱的，或者是说蛮喜欢工作的，又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呢是还蛮有自律的人，所以你们都会知道说自己的人生呢，或人生接下来的方向你要怎么做怎么走才好。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不开心，你其实心里面很孤单，因为这边只有你一只乌鸦，好不好？别人都是成双成对，就你只有一个人，你只是因为认为说，如果说都一直萎靡不振的话，事情也不会有好转的迹象。那
不如赶快振作。所以其实你已经从原本那个萎靡不振的状态走出来，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情绪比较低落，或者说你有点失去了自我重心的时期，有时候会有，就那种突然之间又发生了。但是当你跨过了，你每一次一直跨过了之后，那个频率就越来越小。虽然你现在生活中你看不到那种让你觉得很稳定，或者说很安定，或是你想要的生活的模式状态还没有真的完全出现，但你一直很努力的让自己朝着你觉得那个是最正确的方向去走，那个最正确的方向去看。所以看待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你还是会很留恋啦，只是那个留恋的频率越来越小。那当然对方愿意回来的话，你还是蛮愿意去敞开你的心胸，你的双手去拥抱他。但如果说他都一直没有找你们，你们其实也觉得也必须要去认清这件事情的事实。所以看起来你们应该是给予你们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已经算是很努力，所以可能宇宙也给了你们还蛮多的力量，所以也算是说让你们逐渐找回自己生活中所应该要必须放的那个重心。好，我们这边就抽到了权杖3。那权杖3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搭配了钱币2的话，就表示其实你现在已经有一种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的念头。那当然，你离开这关系的念头的前提之下，你会希望自己是能够遇到一个真正适合你，或者说你喜欢的对象，或者说你想要在一起的那个对象。所以看起来你现在其实心里面也可以算说大概有6-7成是想要遇到新的人，然后适合自己的人。那剩下的4成到3成呢，就是你想要，如果说那个人愿意回来找你们的话，你还是会愿意去试试看。只是在对于感情里面的话，如果说又再次会重蹈覆辙，跟过往相同的状况，你们基本上是不想的。你们会觉得那不如就维持在现况的话，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只是对你们来说，当你们真的下定决心关系要怎么走，或者说你真的自己下决定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可以去挽回你，或者是说非常难的让你们回心转意。所以当然面对说目前的生活中的话，该怎么走，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去做决定，你们还没有真的下定决心，只是你们已经有头绪出来了，只差一个下定决心的那个念头，只差了那个一念之差。所以看起来你们其实真的还蛮勇敢的。好，教皇，教皇的话这边，应该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呢，其实你们有把对方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只是你们好像在等着对方把那件事情给说开，或者是说他愿意去接受你们比较前卫的想法。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在跟你争执，或者说跟你吵架，或者说你们因为那件事情而分开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已经老旧的问题，那也都没有一个答案出来。那双方之间都有可能考虑过说各退一步，可是这各退一步的话，却也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者是说没有办法看到两人之间都有办法去克服这个困难。所以反而现在是说两人之间都把自己的心房给锁住了，就觉得说那不如就两之间顺其自然看看，如果说后面是真的有缘分或者是有机会的话，或许两之间就是会再次的碰到面，或者说会就有那个缘分了。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当然就不会了。那特别如果说你们是指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看起来这段关系你们基本上会觉得好像这段感情本来就就是比较特别的存在，所以有时候难免会因为受到大自然啊，或者说人伦就是说
普遍人的一些想法的影响，所以你自己可能也是有点不太看好这段关系啦。你也觉得好像就在自己的预料之中，这是在特别针对说同性的人选到喜欢同性的人选到这一组你们的想法。好，那如果说验证牌呢，让你们有所共鸣，或者说也觉得符合你们现在的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就从对方他目前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来看看，说他是不是值得你们去等待。那跟洋洋刚好像有发现到说，第二组没讲到到底适不适合，但是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会希望让大家透过解析的方式，你们自己去做选择，因为只有当你们，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可能一个牌组就可以符合到每个人的状态，除非有真的蛮明确的讯息说就是不要等，洋洋就会讲。但是如果说牌面上去就是是有是无的话，或者说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几率，就是看个人，就洋洋也不太会明讲说一定要到底怎么做。那当然，第二组的话，好像洋洋就是有这样子方式，就是没有明讲，但第一组有明讲，第二组没有明讲。那第三组洋洋就不确定说洋洋会不会讲出来，因为要看接下来抽到的牌是什么，所以就也请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或者说可以跟洋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讯息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对方他目前呢对说你们这一段断联的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圣杯十，圣杯十的话，如果说要在这一个的状态之下抽到的话，有两个。第一个呢，代表说，因为你们已经断联了嘛，那表示你们这段关系曾经你们所付出的一切，你们曾经所努力的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他把你们放在他心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个位置。那这边的圣杯十蛮特别的，就是比较像是说，不分性别，然后大家就是正面面对着那个彩虹的圣杯，所以呢，洋洋会认为那个爱情的感觉可能会偏比较少。大部分来说都是偏比较像是朋友啊，或者是说比较像是家人的这种感觉。那当然也没关系，我们要看等一下其他抽到的补充牌。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现在很享受他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个状况，就也表示说他现在身边应该是有其他的人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有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环境里面。所以呢，现在他其实也不太会想要去做太多的变动。除非是他身边的人里面有你认识的，那可以透过他帮你去说好话，或者说能够去帮你劝那一个人，看能不能回来找你们，或者是说有那个中间的人成为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贵人，就是在圣杯十。所以我们要去往下看，就是这个圣杯十它所代表含义是什么？权杖三，权杖三的话也会认为说，在这里呢。这一段关系他好像快要下一个决定，又或者是说他开始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去做一点的改变。那这改变的话，有可能是选择离开你，或者是说有可能他想要选择回到你们的身边，这是不一定的。只是他的行动力还没出来，但他已经快要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骑士啊，这是驴还是马？它怎么不骑，然后反正走的，就知道他有多慢了哈。好，那这边的话就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他要下的这个决定的话，他要为他自己的决定去做负责任。所以这段关系里面，当他还没有出现任何头绪的时候，他只会先想想，或者说他只会透过观察的方式，然后来去。慢慢决定说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要依照他所想的那个方向去走，那个方式去做。如果说这段关系他认为是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他也会认为其实两人之间就这样子离开了，也算是一个就是让彼此都自由的这个想法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这段关系的话，有时候
两个人的不幸福，那还不就是与其让两个人不幸福，那不如就是让4个人都快乐。可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人其实他目前面对说我们这段关系，他是还没有决定啦，只是他目前的想法的话，当下来看就是他有想过说关系是不是要去找你们，还是说要跟你们恢复联系。可是看起来就是他目前是还没有做的决定，也是因为他目前现在生活状况其实也没有觉得说失去你是很难过，但是确实有时候想起你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痛痛的感觉，那种的疼痛是那种隐隐约约的，就是没有到那种非常的痛苦。但如果说他非常痛苦的话，他可能就会有那股的冲动在，但看起来就是他这个冲动虽然已经有存在了，因为我们出现了这个权杖3嘛，可是又因为他有宝剑不对，是钱币骑士，所以他的行动又更加缓慢。所以当他发现到说他自己有那个冲动的举动，或者说有那些冲动的想法的时候，他会去压抑他自己，然后让他自己不要去想的那么多，或者说让他自己不要再那么的沉浸在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里面，因为他也会蛮担心说自己会做出了一个比较错误的选择。而且我们再往下看，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如果说要回来找你们的话，行动力可能稍微有点慢了一点。对，好，我来看一下第2张。第2张好像抽到的是钱币4，那钱币4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他的想要动的这件事情的话，他的行动力是还蛮慢。前面好像在第1组还是第2组有出现过。那这边钱币4就意味着说，他现在比较喜欢待在他的所谓的安逸的舒适圈，他并不想要有太多变动，因为他觉得如果说当他真的要去做有变动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就是势必须一起做改变。那如果说重回关系，或者说两之间又再次的有所交流的话，就算真的有，可是原本的问题的状况没有解决，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也没有太多的帮助。那没有意义、没有帮助的事情，他也觉得也是不太需要。然后现在他的话算是有蛮固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现在生活就没有太多的问题跟状况，所以他就会先以他目前生活中的人事物为主。对，好，那抽的是宝剑6。那宝剑6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现在会比较慢慢的倾向于说，去放下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让他自己不要去那么的在意。所以目前看起来，如果说抽到这里的话，就代表着其实对方他原本在看待你们这段关系失去你这件事情，他蛮痛苦的，然后他也很难受。他其实算是有哭了一阵子啊，真的是有哭。然后他也不确定有没有跟别人讲，但就是他心里面承受的那种感觉的失去你这件事情，他的蛮难过的。我们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而离开你，有的人可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那知道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因为明明就是他自己做决定的，他就会觉得说两人之间的感情是没办法去跨越这现实中的一个挑战。然后他又会因为现在的人对他也不错，所以他也不想要去离开，他也不想让身边的人失望，所以他就宁可选择是让你失望。所以现在他也可以算是说慢慢的从所谓自己最艰难的那个时刻走出来。但其实这样讲起来会觉得有点讽刺，就是因为是他自己做决定的，又不是你去做决定。你自己做决定，他觉得很艰难、很煎熬，那是理所当然，那是就无可厚非。可是现在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决定断开的话，艰难个屁啊，对不对？生气。好，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是皇帝牌。那皇帝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他会觉得必须要等到他自己做决定，或者是说他的心思真的有走出来之后，那么他就是当他要自己下决定之后，他才会去做。所以当你们这段关系目前是这个状态的话，因为已经出现了那种
皇帝跟钱币4，所以意味着他现在的脑筋真是完全打死结了。所以像你无论怎么推动，没有太多的作用，或者是说别的人去帮你们推波助澜，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也不太有用啦。必须要等到他的心思是能够走出来，那才有办法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从目前台面上看起来，就是他都还没有选择要离开，只是他选择了一种逃避，然后是让他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去逃避你这段关系，他要去思考，或者是说他要去面对的这个想法。那就不晓得说你们现实的状况之中有没有能够让两个人之间固定时间绑在一起。如果说像遇到这种人，你们之间关系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固定时间可以让两个人绑在一起，反而是能够去促进这段关系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跟是唯一的方法。但如果说你们没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没有个固定的契机的话，这段关系它就会一直拖着，它就不会想要有任何的动作出现。好，出现是教皇。好，那这边的教皇的话呢，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会选择是彼此双方，以他来讲，以他角度来看，彼此双方都是最安全然后最舒适的角度的那种的立场去思考，然后去做决定。但是对你来说，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是由他来做决定？但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属于在比较喜欢他的那一个人，所以主控权就会在他身上。那当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由他自己去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到底跟这个人之间要怎么走，因为你去找他，他也不会去理你嘛。那你不找他的话，就真的也只能看他怎么做。因为其实现在这人他的脑筋就是死的，对，他现在比较倾向于说是希望两件事顺其自然，然后他也希望说你可以去明白他现在这么做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因为如果说你一直越去强求，对他来讲，这一切其实是没有意义，或者说也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反而会希望说关系里面的话，并不是被逼迫的，是希望由他自己去做决定。因为当他决定了之后，他就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所以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的本身的责任感跟责任心是还蛮重的。好，那这句话我们抽到是钱币10。钱币10如果说出现在这边呢，洋洋不得，就是不得不说啦。如果说你们真的是问同性的人，你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很低调去同性之间，如果你喜欢的也是同性，你也是同性的话，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一定要很低调的去处理，很低调的去面对它。不可以就是在社群上公开，或者说一直去讨论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不要一直去跟别人讨论你的性向，他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他可能本身面对说同性的东西，他希望可以低调处理。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人是异性的话，你是同性，他是异性恋的话，就是你是同性，他是同性，但是他的性向是异性恋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对，你们这关系是不是要放弃？或者说你们可以等7月份，洋洋会再特别针对同性做这类的专题，再看一下我们俩之间有没有缘分。那这边洋洋就不多讲，稍微简单的带过就好。那如果说对方是异性的话，你要留意一下说对方他本身希望你是异性恋的，他也是异性恋，你们两个刚好就是那种对，男女互相吸引的那种性别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符合到他自己对说家庭上的条件啊，或者说另外一半的条件什么，你必须要去符合，或者说你必须要去达到他所要的。如果说他喜欢瘦的，你是胖的，那当然就不可能。或者说他就喜欢钱比较多的 sugar daddy， 你就不是，那当然就没有用啊。你再怎么努力，你就是不够有钱。但这只是在一个比较肤浅的状况。另外的状况就是
有可能你的这个人的个性，他评估之后，你可能是不适合当男女朋友，比较适合当朋友的人。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他身边的朋友跟他的家人会不太喜欢你，所以你们必须要去改变你们自己，才会有这可能性。但是有一部分人看起来就是对方也觉得你真的人太好，你的条件太好，他有点配不上你，所以就觉得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但是应该这个人在过往就已经有跟你们讲过了，所以你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对方曾经到底跟你们讲什么，或者说曾经有没有给予你们什么样的暗示跟明示。因为这一个人他在面对感情，他其实蛮谨慎的。那也是因为他很谨慎，所以他也不希望说自己都会去做错。好了，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好，等一下再来补充其他的讯息。宝剑二，那宝剑二的话，在这里杨洋会认为说，就是回归到原点，就是你们原本这段关系里面，为什么会，如果说是已经就知道什么样，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原因分开的话，除非他愿意去改变，或者说愿意再回来找你讨论，要不然基本上你们就一直会维持在现状。那如果说你们不知道对方突然离开的话，就表示他的心里面有一些他没有办法去跨越的难题跟困难。那他有想过要去放下，或者说去让自己重新思考。可是因为现实中的一些的事情，或者说他不想被身边的人给唾弃，或者说不想被身边人给抛弃、给遗弃，那么他就会想着说自己要去自己就先维持在现状就可以了，就还不要去做什么。就是他现在会有一种像是鸵鸟的心态，对。所以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以整体台面上看起来，等待的，就是是否值得等待的话，其实是还蛮有机会的啦，只是说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的时间。如果说是以台面上资讯的话，没关系，我们先抽牌好了，让大家选一下。那这一次就有2张牌让大家选。那我们今天让大家做的这个小选项呢，就是说，请宇宙给予我们这段关系的指引。好，请宇宙给予我们这段关系的指引。好，那这边的话呢，总共有对，是2个选项。好，那大家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就问宇宙说，心里默念说，请宇宙给予我们这段关系一个指引。然后我们就选择，依照你们自己的直觉做选择。那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好，那时间应该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先从左边来开始看好了。好，那这边的神谕卡想告诉你说，其实在你们断联这段期间，或者说你们曾经过往的相处的过程之中，你的指导灵其实他已经有透过很多种方式让你知道说，你还不认识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很容易可能会去误判你自己的内心中的需求。所以其实这个人呢，他也并不是你的灵魂伴侣。然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应该说你个人在对于建立所谓情感的部分的交流，反而会因为你的错判，然后可能会失去掉，或者是说就是会错过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灵魂伴侣。因为你的灵魂伴侣其实他曾经有经过你们的人生，或者说有看你们有碰过，但你们可能因为当时没有好好的聆听自己的声音，所以有点算是说错过了这个灵魂伴侣的人，然后就反而选择在一个不对的人身上。所以呢，你的
新的恋情，或者说你新的人生崭新的方向呢，会从4月开始。那当然，像洋洋拍这支影片时间，现在是国历的6月中旬嘛，所以如果说4月份已经过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要等到明年的4月份，可能又等的有点久，你的灵魂伴侣呢，他才会出现。对，但是也还是会希望说你们可以遇到一个真正属于你们的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那一张，你已经收到征兆了。好，你已经收到征兆啊，其实表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蛮明显就是说，其实你们已经算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去体验你们的人生，或者说去享受你们现在相处的某一个很多的时刻，其实你的指导灵想告诉你说，你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然后当你心慌意乱的时候，你们其实可以向你们的指导灵，或者是说可以向你们的宗教，或者是向宇宙许愿，希望他们可以把你们引领到所谓正确的人生跟方向。其实关于你的感情的话呢，你已经开始有遇到了一个改变的机会了。那这改变的时间点可能真的还蛮久，对你们来说会觉得蛮痛苦，因为现在其实刚好是过了2023年的大概一半的时间了。所以虽然你的幸福在今年不会让你们碰到，也不会发生，但是它会在让你们今年的时候去清理你们比较负面的能量，或者是说会让你们加速遇到属于真正你们的那个人。因为当你们今年的能量去做改变的时候，去清理的时候，那么你的指导灵、你的信仰、宇宙、你的宗教，他们在明年呢，就会让你们看到全新的自己。那当全新的自己的时候，你的就容易会吸引到属于你们的正缘。所以就很明显的，知道说，对于你们来看，可能现在当下会很难可以感应得到，或者说可以接收得到那一份的关系。可是只要你们愿意相信，就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说对方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们讲？那我们一样就是字卡加塔罗牌。我没有勇气。好，有没有？我就看到说，其实这个人他本来呢就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是非常的犹豫啊，然后也是非常的挣扎，不知道说自己该如何去做选择，或者是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是会最好的。但是他又舍不得离开，可是他又舍不得放下，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总是会一直盘旋在一个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漩涡里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皇后，所以圣杯皇后因为说，其实他本身在面对感情，他自己就一直很难做自己的主人，或者是说他确实很容易会因为感情中的状况跟事情，然后就让他逐渐的越来越没有自信心，或者说让他反而开始越来越感觉到很痛苦。所以意味着说，就是他在面对爱情里面就是缺乏了所谓的安全感。那当缺乏所谓安全感的话，就会变得很没有自信心。那很没有自信心，就很容易会让自己选择错误的判断。那错误的判断的话，就会让自己失去掉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因为其实从台面上看起来的话，确实他身边的人，并没有到让他觉得是很值得付出的。因为什么会这么说的，是在于说台面上的塔罗牌的讯息之中，他是一直不断的想办法去让他自己是去逃离，或者说去暂时忘掉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你的付出，你的一切，就很明显就表示说他明明很在乎你们，那很在乎你们，就是因为现在身边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去替代你们的位置，所以他才会那么的 care， 才会那么的在意。好，太复杂。太复杂，其实有人会认为说，像我们这边就抽到了2张10，圣杯10跟钱币10。那当出现这2张10，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圆满的，然后是其他心里面、内心中他非常渴望所想要拥有的一个人。就是说，你们本身的条件的话，是他所一直以来都渴望的，可是他却选择用逃避的心态，或者说他却选择用一种
可能不属于我的身份，或者说可能不是我要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们是也不能说看什么性向啦，反正基本上呢，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感情，他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考量进去了，然后他确实曾经有很认真过思考你们之间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可是很明显就是当他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当那个逃兵，就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说他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渴望。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8，所以钱币8意味说，当他觉得自己心里面是他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就会选择用逃避的心态，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去找其他的事情忘记掉。例如说，就会沉浸在工作里面，又或者是说，他会用工作去麻痹他自己。那这样情况之下，就确实我们也很难可以去推动着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你们之间真的是有跟钱商业上有往来关系，或者说你们是在工作上面的场合都只有持续碰到面，或者是可能有一点关系的话，其实他蛮希望自己的感情生活不要太复杂，是能够单纯一点。他希望，其实通常这个人他过往的关系里面，他的另外一半或者说他喜欢的人，比较不会是职场中的人居多，可能还是有，但是通常有的话，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蛮短的，然后就是蛮常会碰到一些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在对说职场的感情，他本来就是有一种就是他不希望就是他会把感情区分的很清楚。那区分的很清楚的时候，当有一点点受到了他人的插手，或者是说他觉得关系中容易会受到外在因素人的眼光跟评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心里面不是滋味。那其实他自己心里面自信心在作祟，让他会没有办法去面对说自己内心里面真正渴望。就他可能本来很喜欢这个人，但是有可能后面就是因为职场上的一些种种因素，因为职场上其实真的很复杂，所以他就觉得关系如果这么复杂的话，他就不想要了，他就觉得好像要离开比较好。好，失去方向。那失去方向意味说，其实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里面，他会找不到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其实也是等同于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要去找你们，或者是说应不应该要去重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又或者是他应不应该就是要为了你，然后舍弃掉现在自己所熟悉的这一切。所以现在他其实看起来算是就是很茫然啦，他没有无助，他是茫然。那其实对你来说，这就是一个一拍两瞪眼，就是其实他只要主动联络你，他只要愿意回复你讯息，其实一切都好谈。可是他又偏偏不这么做，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会觉得他在自欺欺人，会觉得有点可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讯息。所以我们再次抽到了宝剑6，所以呢，现在他会用一种逃避的心态去看待他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会用逃避的心态去看待他自己现在内心中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从上面讯息可以看到说，对方真的还蛮想念你们，可是他的想念是在于说，他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找不到一个他应该要怎么做才好，然后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去面对说他内心里面最真实自我的需求，所以他才会一直去可能多参加那种朋友的交友圈或者说朋友找他就会跟朋友一起出去，或者是可以透过人际关系之中去填补他内心里面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空缺，或者是那种有一个词汇好像突然忘记了，就除了空虚还有一个词汇就是说会觉得跟别人相处的当下会觉得很快乐，有人可以陪，但是当大家散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到家里，他会觉得内心里很空洞，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被这世界给遗弃的人。
他现在心里面状态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落差。那你们过往的相处的状态之中的话，他就算跟你分开，就说跟你当下交流之后，然后这种互动之后，可是分开之后，他反而不会有这种的落差感，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乎你，而是他会觉得你一直都在他身边，你不会离开。所以现在这个人虽然他把他的朋友看得很重要，或者他把他现在生活圈看得很重要，但实际上他的内心里面那种空洞跟空虚的感觉却一直在日益增加。只是他现在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来去把他的生活去做改变，或者是说他用错误的方式去面对说他自己生活里面他所渴望的。所以就是回到原本他确实现在是迷失的方向，他现在是用一个不对的方式去面对他的人生，用不对的方式去处理他现在目前心中的这个状态。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抽到了这张的紫色卡，就是对方目前心里的想法跟感觉。那这边还有这边抽到的是神秘，那神秘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目前呢，他的感觉就是宇宙是正在着让他去学习看待审视他自己内在里面的最真实的渴望的需求。然后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因为可能你们跟对方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距离，所以对方反而也会因为你们俩之间这样子分离之后，然后没有那么多的互动，就是跟原本你们都一直很频繁互动，然后现在几乎没有的那个落差感是有的。所以他反而有时候会去疑惑啊，或者说会还蛮想要知道说你们现在最近在干嘛，或者说你们最近在想什么，或者是说你们最近过得好不好，或者是你们会不会想念他。可是他的这一些的动作或是这些的想法，只是出在于说一个自己所熟悉的人从自己身边抽离了，他会觉得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或者是说他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或者是说他还在去探索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反而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就维持在现状啦，妍妍会觉得会是最好的。对，就是会是比较好的。那会建议你们可能给大概对方1个月时间，但如果说从他没有就是从他断联到现在，你们看到这支影片也真的满1个月的话，会建议你们可以先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是重心先不要放在这个人身上。因为基本上这个人要离开他现在目前状态的话，有的人是4个月，有人是5个月，那比较快的话是快满3个月半，对，比较快的话可能是3个月半，但比较慢就是4、5个月。但如果说你们是还在1个月以内还没有满的话，就是跟对方断联这个情况还没有满1个月的话，只要对方超过就是在这个月内一个月以内有回复你们，有跟你们联络的话，就表示对方他已经下定决心，那他的决定就是确定好了。那刚刚提到的超过1个月都还没联系的话，就表示说对方他还在考虑。那如果说真的很不幸超过4、5个月都没有联络的话，这段关系基本上就没机会了。对，但这个没有找你们，意味着说你们跟对方都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互动哦。比如说他没有来看你的动态，没有回复你们讯息，也没有按你们的赞，也没有在你们底下什么留言，什么生日快乐都没有，就是零互动的人啊。如果你们都有一些其他的互动，这个通通都不算在这个时间点之内，要重新算过。对，好，那我看到就是说为你们抽到的这个字卡。好，那这张字卡就想告诉你说，自律呢就是自爱，所以呢，你们的人生呢就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那你们接下来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去影响到你们未来这段关系里面的任何的发展。那自律就是自爱的话，看每个人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个情况，因为每个人在对于说，行为上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洋洋也不想多，就是也不愿意多说什么。因为任何的行为跟动作，只要你没有去伤害到任何的生命跟财产的话，那基本上就看个人的标准在哪里。对，所以自律是什么？你们自己去探索，自己去静下心来，然后去看待你们身边中的每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自律是什么了。
那你们该去如何推动呢？那就是说，你们每一天呢，就是去设定，就是说，可能可以去看一本书，或者说你们可以去把这个自律，或者说这个自爱，去重新去思考，认真去冥想一下，去设定一下说这个词汇所带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你们可以问你们自己说，你们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会建议说，每一天给自己设定一个功课，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可能如果说刷个牙，突然想到，我今天不能吃辣，那吃辣的意义是什么？哦，那可能就是之类的啦。那你们就看你们自己说要如何去完成我今天就不吃辣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去做这方面的决定，然后去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跟脚步，还有生活的模式，或许就会给你们有一些新的启发跟不一样人生的方向。那也是能够默默的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先把自己顾好的话，其实这段关系其实这边最主要是说你们的人生的轨迹，或者你们人生的方向会带给予你们新的启发跟新的想法。那新的想法跟新的启发的时候，贯彻始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只是单纯想想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啦。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养羊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的话，在影片左上方有养羊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